各位好，欢迎来到由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欢迎大家！节目现在进行到第2赛段了，第1轮我们淘汰了17组选手，不过还剩下了42组选手要来继续陪伴大家。大家知道，第1轮连续录2天节目，每天都是录到凌晨3点。我这个年纪。年过50旬，真的巨大的考验。平时这个时间，真的睡了一觉都醒了，半夜起夜了。你们真的不知道，一天看10几个小时的脱口秀很恐怖，会笑死。其实说实话，59组演员确实多了，对不对？观众看的会很累，但是这演员吧，你如果要是不要。又很怕对面的节目要，也是好事儿。但是自从有了这个2个节目以后，演员们啊，都是香饽饽，两边都抢。我曾经想过，就是如果2边节目都来找我，我该去哪边？内心特别矛盾，因为2边都是好朋友，平时关系也非常好。经过我的反复思考，还好对面没有来找我，还是人家懂事，就不让我难做，对不对？而且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网友说：“哎呀，一看到主持人是张绍刚，就不想看这个节目。”大可不必。不要因为我错过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对吧？大家做一个设想，假设你请一个主持人很帅，那么我想请问，帅确实可以吸引人，但是太帅是不是太吸引注意力？甚至于演员表演的时候，你们会忍不住偷偷看那个主持人，到了最后，观众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来看演员还是看主持人。但是当我在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看演员，对吧？为什么请我？就是要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把他们的专注全部集中在表演的演员身上。我为你们牺牲了多少？啊！有些人红了之后不领情，就我说这话的时候还在后面开小会，还在那儿哈哈乐。所以各位朋友，大家不要把我当主持人，你就把我当一个工具人。在这节目里面 ，QQ， 我说工具人，你用那么使劲的点头吗，朋友？就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的功能 ，QQ 流程啊，说赛制啊，念口播啊，再承担一些没有人愿意承担的工作啊。比如经常就有演员问我说：“张老师，我稿子不知道怎么开头，我能骂骂你吗？”我说：“你不是知道怎么开吗？”所以我跟你讲，各位，在这个节目里提我好使。所以我跟你讲，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场的时候，说实话，各位，我也提自己，啊，管用的。而且这个节目里面也有观众说不希望我在台上说那么多，你们以为我想说？但凡4位校友团的老师，他们愿意开场表演，我用在这儿叨叨半天还被人嫌弃吗？他们4个人在那儿岁月静好，刚刚站在这里负重前行。对不对？然后我在这儿讲着的时候还要安慰自己，同时我的右边还有冷嘲热讽的哈哈声啊！我知道大家想看4位校友团的老师，是不是？是。比如，罗老师，各位，你们知不知道，我只是一个设问，你们真的就能做到呼喊他们4个人的名字，完全不提我，这样真的很伤人，朋友们。所以我也不说了，好吧？啊，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算是一个小小的噩耗吧。
接下来一整季都是我开场。好，罗老师，还是得您在这儿掌控大局，是吧？就是得有全局观，不用怕哈，开个玩笑，不用当真。我就是个工具人。节目组呢经常 PUA 我说你很重要。我要是再年轻30岁，我可能就会信。但是我知道我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我连拍灯的权利都没有。我在这儿说话的时候会被人打断，和有人哈哈哈啊，没关系。我说多少都没有人在乎我非常清楚。有一个人在乎我，他就是美团闪购。他在乎的不光是我，他在乎每一位用户的需求。打开美团点闪购，30分钟好货到手。谁在乎我，我就在乎谁。谢谢大家，我是工具人张绍刚。同时，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笑传的大张伟、罗永浩、李宇春、鲁豫，欢迎四位。想问春春一个问题，因为春春原本呢说的是陪我们一阵儿，结果现在呢变成了要陪我们一季。太开心啦！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上一次来录那个第1赛段，然后我自己觉得我精神世界得到极大的满足，然后我觉得吃得很丰盛。这是最直接的感受。然后我回去之后呢，很多天我其实都在回味这个段子里面的一些梗。然后今年我感觉到所有的脱口秀的演员风格也非常的多元，也很不一样。谁会最后得冠军是一个不知道的事儿。我就挺想在这个夏天陪伴大家，然后来等待这一个时刻。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春春。大老师太厉害了！上次说给你们这个笑团起名字，现在春春。那太好了，太开心了。比如我们之前各位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是 LLD， 就是鲁豫、罗永浩和我们是 LLD， 就是啦啦队。然后呢，我们春春来了之后，也是 LLDC 呀，DC 邓超怎么样？叫 LL 来了邓超。然后没，咱们可以叫啦啦长队，是不是？咱们希望咱们那个脱口秀能够越办越长，长春永远都是春天。好嘞，然后。我们还要欢迎一直陪伴着所有演员，以及给整个的创作带来无穷活力的编剧老师们的代表博洋、海源、袅袅3弟，欢迎4位。坐在他们身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脱口秀俱乐部的各位主理人，欢迎大家。然后2楼来自全国的喜爱脱口秀的代表们，欢迎你们。我们第2轮有一个主题。脱口秀是你的矛还是你的盾啊？在这个主题下呢，因为还剩42组，就由42组演员进行了选择。坐在上排的是矛阵营，坐在下排的是盾阵营。大国手，你为什么会选择矛阵营？你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我是觉得谁会选盾呀？用脱口秀做自己的盾，太脆了吧？行业没了，盾就没了。对，而且我觉得人不能把外在的东西当做自己的盾。我用脱口秀当矛，我自己就是盾。特别好，特别好。广志，你为什么选择了脱口秀是你的盾？刚刚大国手老师说的，我没怎么听懂。我觉得从创作上来讲，可能我们作为盾的选手是，我们很少看不惯这个世界。都是别人可能看不惯我们，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我们进行一些反击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个矛和盾也没有那么绝对吧，可能就是选矛的朋友们，他们内心也是有非常柔软的一面的，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盾说话就是温暖且窝囊，就是反正就希望大家能平等的支持，就是每一个朋友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4位校友团的朋友，你们觉得他是你的矛还是盾？其实我来之前，我觉得应该是盾，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呀，然后我喜欢那些东西啊，包括表达的方式啊，我觉得好像都是比较被动型一点的，所以更像一个盾的一个状态。后来我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他们讲的一些比较犀利的段子、比较犀利的观点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又有一些反弹盾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有这样一些比较锋利的时刻。反正我觉得脱口秀应该是矛。
因为脱毛效果特别好，是不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就，但是我个人认为盾也肯定是有可能的，因为能够让对快乐更加敏感，对悲哀更迟钝一点，是不是？然后我今天希望各位毛的朋友都能够炸毛，好不好？都能够炸起来。盾的朋友都能够扭起来，牛盾，好不好啊？都是棒棒的。所以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2赛段的比赛规则。现在毛阵营是20组，盾阵营是22组，人多的阵营率先表演。演员表演过程当中，现场的朋友们可以随时拍灯。如果票数大于等于290票，那么这位朋友将直接晋级；如果小于290票，就要暂时不公布票数，并且开启抢麦。另一方阵营的还没有出场的演员随时抢麦。如果抢麦的超过1个人，就进入到反选。如果没有人挑战，将从对方阵营当中随机挑选1位和他进行 PK。PK 结束以后，票数高的朋友晋级，票数低的朋友待定。如果2个人平票，并且票数都高于200票，双双晋级。如果双方的票数都低于或者等于200票，那么双方全部都进入待定。本轮 PK 胜出演员所在阵营将继续派出演员来进行表演。如果一方的阵营选手提前赛完了，我们就开启冲榜赛。剩下的所有没有表演的选手将按照顺序轮流表演，争夺最后进入到下一赛段的晋级名额。本赛段42组选手，30个晋级名额，票数最低的12位将在本轮结束之后告别这个舞台。所有表演结束之后，哪一个阵营晋级的演员人数多，那么这个阵营将获胜。获胜阵营的演员将在下一赛段获得优先的选择权。我们首先打头阵的应该是盾阵营啊，这个阵营的出场顺序他们自己已经定好了。第1位上场的演员，他主动承担起了开场的任务，脱口秀的承重墙呼兰。第1个有点尬是吧？镇场了是吧？把场子镇住。大家好，我是呼兰。最近啊，真的感觉自己有点老了。你们看见了吗？就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拟邀名单已经出现我的名字了。啊，这个就是脱口秀观众好的地方。你看那个名单里面，那个歌里面名单里面还有好多那种大咖，鹿晗啊啥之类的。而一放上去说不可能去嘛，人家粉丝观众都说不要溜我们家哥哥，不去不去。你跟脱口秀观众一讲，脱口秀观众特别开心，我们家哥哥升咖了，升咖了。啊，我今年36，我本命年。啊，你一说本命年，就跟那些幽默感特别差的人一讲，说哎呦，真看不出来你都60了。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讲本命年了，都讲本命。你知道本命吗？哎，就是最喜欢的那个娱乐圈最喜欢那个叫本命。经常问我说，我本命是王鹤棣，你本命是啥？我说我本命属蛇的，应该是白素贞。最喜欢的这个叫本命，然后下面第2喜欢的、第3喜欢的叫2本命、3本命。我说中文我都听不懂了，3本命以前只有我妈会跟我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啊。而且我觉得36岁这个本命年是最迷信的一个本命年。啊，你这24岁的时候，你想想看，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坎不坎的，这24岁正是出事的好年纪。36岁，我早就把那个红秋裤给穿上了。你别管好使不好使，就勿以善小而不为。啊，我周围36岁的这些人，每人一条红秋裤，穿得整整齐齐的。红秋裤就是36岁人的拉布布。你一不小心露出来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糗酷酷的。现在说法太多了，你看本命年这一年叫太岁，前面还有什么犯太岁、冲太岁，连着好几年。说年里面你们也知道有什么水逆、地磁暴，所以说这一年里面需要自己努力的时间并不多。我还挺努力的，我不光穿红秋裤，我还去那个寺庙里面去。
你们现在如果去寺庙的话，你经常能看到寺庙里面有4个字叫莫向外求。看到我经常莫向外求，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求人不如求己，对吧？你自己是最重要的，莫向外求。但特别奇怪的是，他虽然写着莫向外求，你们看那个寺庙都有那个法物流通处，你经常要买一个开过光的绳啊、串啊，排3、4个小时也买不着。后来我想明白了，人家那个意思是莫向外求，就在这儿求，对吧？就在这儿求就好了，买完再走，外面容易买着假的。其实那个地方不能说买，求请。他跟我说这个东西叫结缘，你要在那个地方说这东西怎么买呀？是没人会理你的。你说这东西怎么结缘？他告诉你花钱可以结缘。我看吧，不是那个红绳啊，我就看那红绳挺好的，跟我说1个28，2个56，3个84。我说来3个吧，结果我一算84除3就是28。我说我这要数学不好，差点都被你骗了。本来我进来的时候我还想，我说你这是大乘佛法呀，还是小乘佛法？原来是小学乘法，你知道是？我也不会带，买回去之后在网上查，说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说年前啊你要带左手，大年初1开始换右手。我看见这个说法的时候，已经大年初3了。我说赶紧换吧，这知错能改。换到右手，过了2天又刷着一条，说这红绳啊戴上了就轻易不要再摘下来了。我说这我信你，不就是图你这个简单吗？整这么麻烦，我都不如自己好好工作了。而且我今年36，我属蛇，然后我还碰着个师傅，他说你属蛇呢，你今年最好离塔都远一点。他说离塔都远一点。我说还离塔远一点，我是不是得离葫芦娃也远一点？所以说我上这个节目，我心里就特别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脱口秀和塔的朋友们。而且我觉得不是说本命年有坎儿，而是这些年正好都卡在那个坎儿上了。我说给你算一算吧，你想想看，12岁的时候正好是小升初，是吧？24是毕业找工作，36是被裁了继续找工作，48是孩子12了开始小升初了。哎呀，我做了好多事情啊，本命年没办法。过年期间跟我说还得躲春，你们刷着吗？我好多人都第1年刷到说要躲春，我是当天刷着的。我说你不告诉我都让我躲过去了吧你告诉我干啥？你不告诉我就不惦记。就像过年期间，我妈还跟我说，她说咱们回老家呀，别跟你哥说你姑生病了。我说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姑生病了。你别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还得惦记。过了一会儿我又问我妈，我说我到底哪个姑生病了？我一共4个姑呢。我妈说你不是不想知道吗？我说我总得知道不告诉哪个哥嘛，对吧？这样。然后躲春他当时说特别细，他说那个是当天晚上立春晚上9点到11点，他说你哪儿都不能去，就在屋里面关好了门，自己在那边待着。他说他不让你上街，是因为上街容易碰到跟你属相相冲的人。什么跟属蛇的相冲？属鸡的跟属蛇的相冲。他说因为属鸡的容易把属蛇的给叼走。我说怎么能做到这么迷信又唯物主义的？哎呀！他说这2小时不能玩手机，也不能碰电脑。我说这个也是老祖宗规定的嘛，而且你说就不能玩，你就只能看书。看了会儿书我又困了，他说也不能睡觉。哎呀，真的，我就当时在那边感慨，我说哎呀，我24岁的时候天天想改变世界，36岁的时候我在屋里面躲春。经常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你忽然讲这些，你本命年还没过呢，说你不怕下半年有坎儿吗？那你想想看，我要不讲这些，写不出稿，我现在就有坎儿。而且你说讲这些东西，说哎呀会不会冒犯到神明？我就觉得哎呀，神明怎么会这么小气呢？我不确定，但是我是这么安慰自己。你想想看吧，神明对吧？国际形势他不管，说哎，但这有个人讽刺我们是小学乘法，你们去看一看。有人说啊，伪科学，其实也不是。你想想看吧，你穿着红秋裤，玄学上其实是保命，科学上是保暖，对吧？心理上呢，我还是希望你们保密，对吧？哎呀。我觉得就是秋裤也要穿，稿也要写。我穿着秋裤努力写稿，我觉得就是我命由我也由天。谢谢大家，我回来。来，出来说
票通道开启。谢谢。不然你要去参加乘风破浪的哥哥还行。对，唱什么？呼兰之间，天昏地暗。重点是在于，真的那个名单里有你啊！有我啊，那个还放出来了。第一次放出来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咱们辟个谣吧啊，辟完谣也没人理我。第二次又放出来了，我说咱这个这么没名吗？辟完谣也没用。第二次还就前2天还有那个你要名单里还有。哦，看上你说唱了，是吧？说唱界的老妹儿，不得不说他的技巧有些巧妙。看我做一下 ，give me what you give me。来，鲁豫，我其实最后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拍灯，我看到了你的犹豫。对，因为我对呼兰的期望值的起评分是比较高的，就是我希望它达到我那个点，然后从那个点再往上翻，所以跟我的那个期望值有一些落差。理解。我感受跟鲁豫老师其实一模一样。呼兰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不差这一灯，但他今天以他一贯的水准来讲，确实是稍稍有一点不够，所以我也一直在等，最后没有等到。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呼兰，你今天穿了吗？我今天没穿，今天有点热，然后也有点太刻意了。夏天穿秋裤啊，我这太没劲了。对，其实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是，我想追问这个问题，这个东西要穿多久？穿到脏了要洗。不是，因为它脏了就要洗，你换个新的嘛。其实就是新城就行了，对吧？就是新城就行了。我其实之前一直带着红绳的，然后因为是冬天一直带着，结果巡演到一半的时候，到了夏天，你上场的时候带个红绳，观众很容易被分散注意力，然后就都摘了，然后就红秋裤也没有，红绳也没有。但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台上，这是最需要保佑的时候，然后我们都给摘了。其实我们公司89年36的朋友们可多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火锅，我是89年的蛇。大家好，我是孙熙，我也是89年的蛇。大家好，我是呼兰，我也是89年的蛇。大家好，我是谭湘文，我是01年的人，属蛇。看不出来，想叫他哥哥。他听了我第一次讲这个段子的时候，他在那个户外就直接掀开裤子给我展示了一下他的红球裤。这建议就是下次咱们不见外啊，咱们不见外，有外人在的时候没有外人。就之前有个红绳啊，然后后来就因为演出分散观众注意力，然后就把那个给摘了。我带着红绳，上面有个金色的小蛇，你看学校有人送的。哇哟，现在会更焦虑了。就是我意识到说，我36的时候就还难过了好一阵儿吧。而且你一辈子能过多少个本命年呢？就会，哎呀，怎么我也不是散播焦虑了。等一下，我才24啊！我怎么感觉要被你说走了？这36这么吓人的吗？我要哭了！今天这个采访主要就是我们3个来吓唬你，这个是主要目的。怎么不会有人倒这么放激光倒这么？好，在所有的灯都拍完了之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呼兰得到的票数是呼兰没有超过290票，所以现在要开启抢麦。好刺激，这个太刺激了。现在我们可以站了，站吧。我可不站着，好想站，又没有这种勇气。哇，谁要站呼兰啊？哇，我觉得我们组没人敢站。站不站？小齐喝水，小齐喝水。好，毛组的20组演员，请抢麦。哇，大歌手！大歌手 Seven，来说一下你的理由先。我其实那个上节目之前就在线下演出的时候，我就一直特别喜欢呼兰，我也幻想过能不能跟呼兰老师这个比一下，希望有这个机会把握住。好，大歌手，我觉得节目嘛，就是抢的打，抢的还挺好看。然后上一轮我比赛文强。
大国手这么好胜啊，才知道。确实是毛主的。所以呼兰在 Seven 和大国手之间，你的选择是？我选大国手吧，因为我本来想的就是谁先站起来就选谁，反正就都按这个原则来，那我们就选大国手吧。啊，好的，好，Seven 休息一下，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毛祖的第一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慢慢讲述，细细思考，掌声欢迎大国手。嗨，大家好，我是大国手。去年讲我男朋友骑我摩托车出了车祸，我也没钱，就纠结保人还是保车。当时很担心节目播出后网友骂我不是人，但没想到他们骂我不清醒，骂我恋爱脑。我想保人就是恋爱脑吗？那怎么才算清醒？怎么才不算恋爱脑？我得先修车，再骑着车撞死我男朋友。交警来了，问我是不是喝多了，我说没有，我现在特别的清醒。问我是不是车主，我说不是，我是大女主。说实话，本来谈了2年，感情都淡了，网友这么一骂，我就有点叛逆了。就爱，死了都要爱，不爱了也硬爱，强制爱，我超爱的。听得出来被骂还是有点不服气，到底要怎么办？我就点进一个网友的主页，有点惊讶，他说他想读厌女，我心想你还用读吗？你早就学会了。不过我以前确实是恋爱脑，准确说是暗恋脑。大学的时候，我在微信群认识了一个网友，当时因为一些事情争执起来了，我就说他真不知道你妈怎么生的你。他说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当时觉得好聪明，好幽默，跟我简直棋逢对手，旗鼓相当，明天就结婚吧。我就加了他的微信，时不时聊几句，也不敢表白，因为我还暗恋别人。年少的我认为暗恋就像买彩票，有能力的话能买几张买几张，但我也不敢真去兑换，一是怕全部失败，二是怕全部成功。我从小到大就只敢暗恋，因为我接受的教育就是女孩子不能主动，要矜持。小学老师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女作家问冰心怎么获得爱情，冰心说不要找，要等。女作家等到50岁，我长大一查，冰心29就结婚了。都说从前车马慢，爱情也慢，她结婚倒是挺快。春宵苦短，我不想等，我要掌握主动权。谁成想我刚掌权就被骂了，被骂之后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情感状况。我跟我男朋友是在一个文化空间认识的，文化空间也就是流浪汉收容所。他是一个西安人，是个乐手。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喜欢他的女粉丝给他发微信，问他喜欢的人有女朋友了怎么办？我第一反应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这个女生她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我一个新时代女性，我不能有那种大老婆打小三儿的心态。我就打我男朋友，就根据这个姿势可以推断出他长得不高，很有安全感。我一边打一边说他，他说不过我，就在那儿弹琴发泄情绪，弹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我就是石家庄人。都给我气笑了。我问他你要怎么杀，他说他要回家派兵马俑打我。真的很幼稚的一个男的，对吧？但没办法，我一个绝望的直女，谈恋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要么找个男的，要么不找。我不能不找，我抗拒不了。我一个成年人，每天又苦又累，又穷又饿，
我需要爱呀，就连没谈恋爱的时候，我都爱了好几个。我认为我很清醒，但现在一些网友就是认为女人不结婚不谈恋爱才算清醒。那按这个逻辑，最清醒的人是灭绝师太，他自己不谈恋爱，也不让别人谈恋爱。他的徒弟纪晓芙爱上了杨逍，灭绝就让纪晓芙去杀了杨逍。纪晓芙不干，灭绝一掌把纪晓芙给打死了。这也太清醒了，清醒死了。所以现在有人问我情感状况，我都要观察一下他的反应，再决定下一句。如果他露出那种鄙夷的神色，我就赶紧说：哎呀哎呀，我就是玩玩而已。做女人真的很难，以前要我矜持，后来又说女人要掌握主动权，我主动了又说不能谈恋爱，我就感觉旧的规训还没打破，新的规训已经建立了。我都不是跟不上时代，我就是跟不上规训，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明天和灭绝哪个先来，感觉灭绝明天就来。我理解有人批评恋爱脑是害怕女生在情感中被剥削嘛，但辱骂不是正确的方式呀。恋爱脑之所以会通过无底线的付出来换取爱情，就是因为缺爱。所以你真为他好的话，你别骂他，你爱他，你比她男朋友更爱他，你爱醒他。他一个成年人，每天又苦又累，又穷又饿，他需要爱呀。当然你也可以不爱，不爱，但请别伤害。我真的受不了那些规训了，我现在就想骑着摩托车撞翻他们。交警来了问我是不是喝多了，我说没有，我现在特别的清醒。问我是不是疯了，我说不是，姐们儿才是正常人。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大国手锁票通道开启。大国手为什么这次想到写这篇稿子？因为其实去年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被骂的理由很不符合逻辑，就很荒谬。然后本来开始的时候也想写这个会不会就是更激发网友的怒气，但是我想算了，就写自己真实的东西嘛。因为我还是想真实的做自己，做自己不一定会有人爱你，但一定会有人恨你。但这就是生活嘛。就现在我们很多女孩一个新的困境，就是男生会特别坦然说啊，我就是恋爱脑，恋爱太美好了。但是当你问我这个问题，作为女性，我就会本能的说，我不能说，这样显得我不够先进。所以我觉得大国手就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打破了很多旧的规训，但是又有了新的规训。好，谢谢陆毅了。罗老师没有拍灯，我从上一届就开始特别喜欢大国手，但他上一届是1轮就回去了吧？第二轮回去了啊，所以我特别怕去年的情况又上演。你这个表达我是很喜欢的，但是梗的密度啊和这些有一点欠缺。反正我因为被赋予了所谓大局观，所以就没拍。但是我特别怕你第2轮就回去，希望不会。希望不会。我是觉得大国手，反正就是他看起来瘦瘦小小的，但是确实像他选的这个阵营一样，他像一个毛，然后他有一种悠悠的一种锋利感。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自己的一种体验和经验的累积，不管是不是所谓的恋爱脑，但是我觉得都是应该由自己去感受的。谢谢春春老师，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对成熟女性的经验会很好奇，我就很好奇春春是不是恋爱脑。我呀，我不知道，其实我没那么，我应该没有那么的，我感觉，因为我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有爱音乐、爱一切，这世上一切都可以爱，是不是？我说可以的。那大老师，你是恋爱脑吗？我太是了，太是按摩好吗？然后呢，就是重点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说别人恋爱脑的人，首先没有脑。就是恋爱这么美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说该来就来了，过于盲目呢？对不对？因为真的很珍贵，为爱一个人，因为这个全世界有那么多人，70、80亿人吧，然后你只是别人看上去的其中之一，但是有一个人觉得你是唯一，哇，那是多美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恋爱脑这件事儿，其实我一直是反对的，就这个说法，就这种说法。
我特别想听一下袅袅老师。大国手能有这么直接的观点表达，我觉得是挺惊喜的，因为我觉得，针对一些话题有更多的讨论，其实是一种我们能讲的东西更丰富了的体现。然后我觉得我也和大国手有差不多的感受，好像经常周围的人以一种管理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但可能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更需要的是一种关怀和关注。再次感谢大国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同时我们也要请呼兰回到舞台，来看一下呼兰和大国手他们的票数分别是。相信呼兰哥。恭喜呼兰进入到晋级区，大国手还要回来继续等待。没事，你真的太棒了，你太棒了，小伙太棒了，你太棒了啊！其实现在就是很多人的心理情况，就是感觉网上很多人都说你谈恋爱你就不独立了，你怎么样？包括他说励志来说我清醒，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我就是清醒，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觉得大国手敢讲这一步，其实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我觉得他是在给女性解绑。我觉得这2年的一些女性主义，或者说这种独立女性的这种枷锁，让大家已经我觉得有点扭曲了。结婚都是背叛女性主义，你生孩子你直接你就是掉入罪恶的深渊。我觉得真正的女性主义是允许任何女性幸福自由的过，选择她自己的人生。你会后悔站呼兰这个事吗？不后悔，不后悔。中间赛段休息，然后呼兰看见我也很开心，我看到他也很开心，然后大家就抱了一下，就很开心。我就觉得跟喜欢的人玩，跟好的人较量，对，开心的，对。因为我比他高很多，所以说我俩勾肩搭背，就特别像那个漫画的那个人物的那种绿巨人。为什么选我？为什么？